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今天就要来分享一些法国文化和台湾文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一个呢，就是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会互相打招呼，像是如果我这样走过去，然后对面有一个人走过来，如果我们眼睛对到眼的话，不管是他和我，就会先说 Bonjour， 然后另外一个人也会很有礼貌的回 Bonjour。那如果在台湾眼对到眼了，然后你说你好，另外一个人可能是，然后继续滑手机。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比较冷漠一点，那在法国呢会比较有怎么说，人和人还是有一定的温度在。就像我在餐厅打工的时候，我在那边前面那个摆放甜点嘛。那很多店都是玻璃柜的，那我在摆放甜点到玻璃柜的时候，我就曾经遇到过，就是有一个法国帅哥，他就看我在那边摆甜点，然后我现在是那个法国帅哥，然后就这样，然后当天的心情就因为这件事整个就很美丽很开心，你知道吗？对，就是那种人和人的连接，人和人的温度，然后一件小事情就可以在你的生活中怎么说带来一点疗愈和治愈吗？对，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社会好棒的这种感觉。那还有就是说，他们在这边跟陌生人搭话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你在等公车，旁边人可能会跟你说，哇，今天天气好好哦，啊，那边鸽子怎么那么多之类的，或是我在擦窗户的时候，那个奶奶就跟他说什么，虽然我不是全部都听得懂，但是那奶奶就说啊什么什么什么fenêtre difficile， 可能就是说什么啊这个风很大，擦窗户就是很麻烦啊，就是很难擦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陌生人和陌生人搭话，刚开始对我来说其实是不习惯的，可是后来就会变得慢慢习惯。就是我有点无法想象说，如果我回到台湾，然后大家都很冷漠的话，要怎么办？因为之前好像看过酷的影片，有说，因为大家在进店里的时候，他们就会说Bonjour， 或是像一些英式打招呼就是 Hello 嘛，对不对？那很多台湾人就是没有在理你的。酷的影片是说，他就是说进去说你好，然后那个店员就是 B， 总共几元？然后他也没有再回你说你好了。他们在那个影片是说好像有一点难过，因为对方没有回他。那在台湾来说这个现象正常，可是在国外生活久了，你就会觉得说这边人怎么这么冷漠。第二点就是说，在这边工作的人，我觉得他们是有把你在当成人看的，而不是当成一个工具或是机器看。因为他这边的工作休息的时间一年至少会有，我记得法规好像至少规定25天。那我问的人中呢，他们的休假有从29天上至40-50天的都有。我是觉得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休假，有休假就可以想做自己规划的事情，自己要做的事情，那这才是人生活的重心和目标。因为在台湾很多人就是说他们工作，可是工作不知道为了什么，然后工作因为太忙，然后也没有时间去规划自己的事情，然后就会这样子一直负面循环，说然后工作，然后好累，然后回家滑手机，然后就11、2点，然后洗澡休息，然后明天又是同样的一个 circle， 就变成说你没有时间去想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工作的事情，工作的思维会一直占据你的大脑，就会一直变成一个很负面循环，就会变成一个很低落的环境。我不知道在台湾的人到底大家是怎么样维持那个心理状态的。其实我在台湾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一直被生活所迫啦，被工作所迫。可是在这边，虽然我不是一个正职员工，可是至少我看到的大家的生活都是有一定的 balance， 你知道吗？就是工作和生活 balance， 他们其实是抓得蛮好的。那就举例来说好了，我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的假的情况下面，那我当努努就是这边的 nanny 的时候，我去接孩子。那其实我去接孩子是3点15，下午3点15。其实很多妈妈就会有这个时间也去接孩子。
那你就想说，他们都是家庭主妇吗？都不用上班，然后有这个时间去接孩子。当孩子去那个公园玩的时候，妈妈们就会在那一旁就是聊天嘛。那我有跟其中一个妈妈聊过，就是她其实是有工作的，那她工作好像会有1-2天时间是 free 的，可以来接孩子。那其他时间他们就是有雇 nanny 去接送。对，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工作的情况下，还有这个时间去接送孩子的。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说他们一年假期有多少，可是至少他们有这个时间可以去接送孩子。你知道在台湾很多父母就是他们连接送孩子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一赶回去就是要给孩子做饭啦什么什么的，就是为生活所困，为工作所困，你知道吗？大家就是处于在一个下一个呢，就是在这边生活一定会去他们的超市嘛，那去超市一定会买一些肉嘛，对不对？那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鸡腿肉居然比鸡胸肉还要来的便宜。你没有听错，是便宜。你知道在台湾的鸡腿肉因为比较嫩，然后大家都会比较常买，所以鸡腿肉一定会比较贵，那鸡胸肉都是比较便宜的那个。我就有发现说，为什么鸡腿肉大家都不买，都买鸡胸肉？然后到底是便宜在哪里？然后就买回家，好，拿来就是要一一分装到那个分装袋里面了，就拿起来看，上面有鸡毛。你知道我买回来处理的时间，这样子买1公斤大概有6只的情况下，我至少要处理20分钟，在那边拔鸡毛。说真的，我真是出生到大，我还是第一次买鸡肉看到有鸡毛，那种很细很细就算了，那种很细很细我还是看过，就是那种很粗的，你知道吗？就是0.1公分的那种。难怪如果我回来还要自己处理东西的话，确实会是比较贵一点的。我不知道其他台湾朋友可不可以接受啊？那下一点，台湾的好处真的就是很安全，真的台湾的安全程度跟这边是不能比的。你知道在台湾啊，你包包打开着，里面放着钱包，在路上走，一整天都不会有人偷你的东西，一个都不会少。而且如果你走一走，钱包掉在地上，你掉在哪里，你隔天还是可以找得回来，那个钱包就在你掉的那个地方。或者是说你去警察局，可能会有人把你的钱包拿到警察局，这个可能性也很大。那在欧洲的话，小偷多的跟鸽子一样，不过法国鸽子是真的太多了。对，反正就是很多小偷真的太多了。我自己有身边的人有很多被偷的经验啊，就是因为我听闻很多小偷的状况下面，所以其实我每一天走在路上，其实都战战兢兢的。就假设说好了，我假设背这个包包，然后我包包链子都会拉到一边，然后把那一边这样靠着我单肩背。如果我双肩背的话，我知道拉链在我的左边嘛，我就会看我左边、后面、右边1公尺之内有没有人，或者是说有没有怪怪的眼神跟我对上。那如果有很奇怪的话，我就会就是侧背，要不然就是往前背，要不然就是赶快走离那个人的身边。对，就是随时，你知道随时都在提起你的那个警戒心，所以其实这样的生活是有一点心累的，你知道吗？对，在一个极其安全的地方下，你就是包包背着这样走，是很 safe， 然后你就是觉得很 relax。可是这边走在外面，你就是要时时刻刻都要小心，所以算是蛮精神耗损的。那再来一点就是，很多人对法国就是什么红酒、玫瑰、巧克力。红酒，没错，他们这边酒非常的便宜，红酒、白酒、粉红酒、啤酒都非常便宜。因为他们这边还有牛奶，他们这边牛奶也非常便宜。听说法国的各个的东西，像是一大堆肉啊，然后牛奶，然后酒，其实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他们就算发生了一些事情，事件灾变好了，如果他们国家封锁起来的话，他们不用进出口，他们也是可以就是自己温饱的。红酒就是其中之一嘛。
红酒他们有很多酒庄自己做，那其实是非常便宜的。在这边一罐红酒，一大瓶的那种红酒，便宜的有2欧，就是我们的90块。那贵当然就是上百欧。那如果你真要喝好一点，10欧350块就有很好的一瓶了。对他们来说就是10块你就可以喝到蛮好的一瓶，其实是蛮便宜。所以你都会在餐厅啊，在家里啊，在地铁啊，就是你会看到有人就是把一大瓶红酒直接塞在口袋里面，然后准备要跟家人回去吃晚餐，或者说每一餐餐都配酒。我在诺曼底的打工换宿，他们每一餐都会配酒或是果汁，反正就是会把酒和果汁放在桌上，让你自己选你要喝哪一种这样子。所以对，几乎每一餐都会喝酒，因为酒在那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便宜的。那下一点，在法国，他们对谁都讲法语，就是一视同仁的概念。他们不会因为你是亚洲人就跟你说你好，然后你是什么外国掌上人就说 hello， 他们就是说 bonjour。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那在台湾，我们就会看到外国人可能就是开始用英文说啊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可是我是觉得说，既然你都来台湾，那你也要讲一些中文吧。对，我是觉得他们保持自己的文化这个观念是很好，我们台湾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下？就是来台湾旅游的外国人，是不是也应该要会一点，就是你好、谢谢、对不起、不好意思之类的，就是而不是用英文，就是去每个国家。对，就跟法国一样，就是说 Bonjour， 然后你可以说英文吗？这样子礼貌问一下，我觉得是很棒的。就像如果你在台湾，你说你好，请问Do you speak English？ 这样的，对，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重点，他们的特性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一点是非常的好的。我是觉得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不过呢，法国人有一个弊病，就是他们有一些人还是不会讲英文。我之前在餐厅打工的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我知道他在问我说，这杯饮料里面装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不会用法文解释嘛，然后就直接用英文，我自己比较会说的语言去做解释。然后那个客人整个就是，你知道上一秒的表情是这样，然后下一秒的表情就是他整个就是就是那种责怪的眼神，你知道吗？他还问我老板说，你为什么用英文跟我讲话？那个语气真的是整个有凶到吓到我。我是觉得就算你不会英文，也不用这样子凶吧。虽然说对谁都讲同个国家同样的话是很好，可是如果其他人讲第二语言的话，是不是也该接纳一下呢？好，我觉得我这一点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反正我就是觉得说，在一个国家用那个国家的语言，至少会说你好、谢谢、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觉得是很基本的一个道理。那下一点呢？因为在台湾文具店太多了，在这边完全找不到文具店。我去里昂有找到一个台湾文具店，可是你知道它一张贴纸，那种我们在什么光南啊、垫脚石啊，一张那种19块贴纸在这边卖多少钱？给你3秒想一下。他这边卖350元，想象得出来吗？漂洋过海18倍，就是其实在这边买个原子笔那种烂的，在那种家乐福还是买得到啦。可是就是那种贴纸比较精致的东西，在这边就是完全找不到。所以如果你要来这边做生意的话，说不定是很赚钱的呢。下一点就是地铁。地铁就是我们所谓的 metro 嘛，它的 metro 很不统一，就是有一些地铁，我们不是都会有站吗？那有一些地铁那个站是会有光点说，我们现在已经到哪里，它那边闪。那有一些地铁就是它就呈现那个地图，到哪里到哪一站你要自己看到哪一站。那有些地铁会说，我们现在下一站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请小心身上的钱包啊，下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有些地铁就是它就直接这样停，然后下一站停，下一站停，就是你到哪一站，你真的要自己注意，一不小心就会坐过站。巴黎的地铁除了这个不统一之外，他们的走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人在那边上厕所关系，所以有时候都会有很重的尿骚味。有时候那个尿骚味真的重到我真的是不捂鼻子没办法前进，你知道吗？就是快熏死我了。对，还是因为他们那边可以准许宠物上车，所以是一些宠物，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吧。对啊，他们那边是可以允许宠物直接上月台，就是牵着上月台，然后直接在车上这样牵着都可以，所以很常看到狗狗上捷运。对，刚刚说到不统一的部分啊，他们有些有那个闸门，像台北地铁有那个闸门，防止人家跳下去，这样，然后再一个门这样。可是在这边有些其实很多都没有，好像目前我记得只有4号线有吧，有那个闸门。对，好像只有4号线有。那其他线我就不太确定，因为我也没有很常坐其他线。那你经常走在地铁里面，你就会听到那个悠扬的音乐。那他们其实都是蛮有能力的，就是街头艺人，就有些是小提琴啊，有些是手风琴啊，吉他，有的是小喇叭。有时候他们在上面表演啊，然后那个因为他们是通道嘛，所以那个声音就会非常传得远，所以你走在那地下道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感觉好像走在什么音乐会里面，就是那个声音非常的响亮，然后又很好听。巴黎的上下班时间，主要是下班时间，上班时间我还没有遇到，下班时间真的是挤到爆炸。你知道，假如这些是那个车门，然后有些人的脸上真的是这样，就是整个很挤。你知道人和人就是挤到一个你完全就是。他的脸就在我这边，然后呼吸都会喷到我脸上的那种挤。对，每次下班无一例外很夸张，我都觉得这边跟那个东京那个需要车长 push 你上那个车的状况有一点像。我在台湾的捷运好像也没有到那么挤的程度哎。对，那法国这边下班的地铁就是非常的可怕，上不去。然后有的时候因为太挤了，你知道吗？从车上下来的人，他们就会跟我们即将下车的人说 Bon courage Bon courage 的意思就是你们加油，然后括号挤上车，可见有多挤，人家都跟你说加油了。在来法国以前啊，很多人都说因为地铁什么收讯不好，大家在车上都会看书，法国人可能都会看书什么的。没有，现在大家都在看手机，因为收讯都收得到了。这个情况反而是在伦敦的地铁里面，他们的那个讯号完全收不到，所以很多人是在看书的，要不然就会看到有一些小孩已经把下载好的影片，就是在那边开始播放。对，在伦敦的地铁讯号是完全收不到，在法国里面的地铁讯号是完全可以收得到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几乎有90%的人都在滑手机。好，那下一点呢？法国的穿衣攻略。法国的穿衣攻略呢，我看到很多就是上衣、下衣，很多都是同一个色系。那同一个色系就算，因为你说那台湾也有很多同一个色系啊，什么黑黑白白，还有什么好像就是灰灰。那法国是黑黑白白、灰灰之外，红红蓝蓝、绿绿橘橘，反正就很多很奇怪的颜色都会出现，然后就是上面下面同一个颜色。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发现在法国很多人这样穿不知道这是一个法国的穿衣攻略。那说到红绿灯呢，法国红绿灯真的是没有人在看红绿灯的，他们的红绿灯只是装饰，他们看的是车子有没有来。对，我现在在法国很自然而然就是看车没有过，然后其实是红灯，然后就过去了。这在台湾是会被罚单的哦，各位在台湾不要做出闯红灯的事情。在法国的饭后甜点，就是当你在餐厅用餐后，餐厅的侍者 waiter 就会问你说，你有需要饭后甜点、咖啡、甜点还是其他东西吗？他们的甜点里面呢，其中有一项就是 fromage就是起司，我还真的有看过人家点起司当做甜点在吃的。对我来说，起司真的只是 entrée 就是开胃菜或是前菜而已，那个当做甜点我完全没办法接受。
他们饭后都会习惯用甜点，用一个甜甜的东西作为收尾嘛。我现在每一餐其实也都会这样子。那如果我之后吃完饭没有一个甜点，我就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这算是我在法国生活有一个微小改变的地方吗？我也不知道，差不多就是这样啦。那如果对以上这些点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处跟我讲。那就谢谢你们观看啦，拜拜。